二爸下地就是来吃饭的。给他劝了不管用，咋说都不成。哎呀！哎呀，快！哥，少安、秀莲，快吃饭！哎呀，爸，我和吃饭去转腰了啊！哎，走呀！少凯，你在这吃吧，饭够啊。跟妹妹一块儿吃。嗯，去。谢谢啊。少安，你看这二爸二妈的生活过的都毁了，你得想想办法帮帮他们呀。把这愁死！玉婷啊，不是我说你哈，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得改变个样子。你总这样，这日子咋过？哥，现在这生活呀，真的是不可思议。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1年多了，你都一点变化都没有，还是那个样子。我看这个农村改革，就像一次大地震，把你这个脑子这脑震荡了。集体解散以后啊，我就像个没娘的娃娃一样灰溜溜的。我不得不像大家伙一样单家独户的过日子。我也不再是双水村举足轻重的人物了。现在村民们看见我啊，就像没看见一样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就像我不存在嘛。现在这人啊，是看谁能劳动，谁能挣钱，人家看得起谁啊！人家都变化了，你还是过去那个熊样子，谁能看得起你啊？想当初，双水村什么事情能离开我孙玉婷？转眼间我都活得这么不值钱了。我眷恋过去的生活啊，那时候虽说是缺吃少穿的，可我这心里畅快呀。现在呢，我的魂儿啊，不知道被什么人给勾去了。哟，你就醒一醒吧！现在谁不是发着疯着谋光景啊？就连田福堂都知道在自家田地里头拼命干活。整个双水村，你看看，就你一个人还关心着国家大事。大哥呀，你是不知道啊，他是每天都到那个金家湾的学校拿回来报纸，一张一张的往过翻。咋了？你还指望着回到过去呀？你这是什么觉悟啊？我关心国家大事有错吗？你咋又来了吧？孙玉婷同志啊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听句劝吧。我过去跟你一样，一心只想着干革命，可那些都是假的呀！啊，我不那样干，人家不把我当人看呀。现在可好了，世事变了，我就把日月光就看得高于一切。哎，最起码咱们全家人总得吃饭吧。让你这样干下去，到了年底，我和娃娃只能挖脾气。叨，你叨个没完了，你还叨正呢你啊！还是你没完了，但是呢，人家放下城里的生活，人家不过，跟你来过这穷日子，帮你带娃，你不好好的劳动，不好好挣钱，你不好好的养家，你对得起人家？哦，你们今天这是开我的批斗会的。就是看你的批斗会。哎呀，大哥呀，亏他也是个农民，你连个地都不会种。大哥呀，就这么一个小土壳烂子，他就能把一手种子全都撒到地里头去，你丢死人了！你小瞎呀你！你个酸家，你出来你这么个败家子。福堂哥，哎呀，嫂子，干活呢吗？哦，你干你的啊。哎呀，福堂哥，在这儿呢。你来干啥？我给你汇报工作的嘛。哎呀，现在都各干各的了，你给我汇报啥了？哎，各干各的，那咱拉拉眼下的形势吧。啊，我现在这个直属就是聋子耳朵，是个摆设，你也不要给我汇报什么工作，我也不想听。福堂哥，哎，你可是直属的。什么直属？现在公社徐主任都一天在院子里头喝茶下棋着呢。他是干部，我还要干活过日子呢，真不要给我汇报什么。走。哎，福堂哥，你不能这个样子吧？啊，福堂哥。玉婷，你是不是真的2两力气都没有，你就不能干活？啊，四贵，回去干活去。婆姨叫你着呢。快去吧。
大队部开会去。人家子叔还在这儿嘞，你开什么会嘞？自己开自己开。你脑子被驴踢了！笑什么笑嘞？真是。叔。哎，是啊。来了。哎呀，自己锄地啊！咋个不自己锄，还找谁给我锄了？哎呀，这地可以包给别人，人家按月给你扣粮吧。哼，再说的润生和润叶每个月还给你寄钱，你愁什么呀？我还没到让子女养活的岁数了吧？啊！你不要看我多少年不劳动，我拿起锄头就是农民。你看我种下这地比谁差了？哎呀，好着呢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叔，哎，我今天是想求你帮个忙。哎呀，这咋了，叔？哎呀，少安，你现在是双水村大名鼎鼎的人物，你来求我这过来时的老汉，哎呀，我还不能拒绝你啊！说明不明的，咱不都是奔个好光景吗？我不是讽刺你的啊，我是说我羡慕你年轻，脑子好用，转得快。你找我什么事？我二爸天天也不干个活，跟丢了魂似的，你看咋办？哎呀，我可没有办法，我就跟他说，一天不要在我耳朵边上说什么国家大事，不听嘛。你看你是直属，那你都不跟他讨论国家大事了，那对他真是沉重的打击啊！哎，咋个听你这话的意思，你这是怪我呢？你们俩不是一起共事吗？一起管这个村子吗？他听你的。那你说你要是不说，谁说呀？哎，那你想怎么干呢？我想让你给他开个会。哎呀，开会！哎呀，这多少日子都没开过会了，开什么会了？哎呀，就是让他下地干活。唉。以前几乎每天晚上我都要在这开上半晚上的会，现在不开会了，紫委们都不干正事，都干自己的事情。二爸，你们来干什么的？开会嘛。开会？少安也来开会了？那其他紫委呢？咱几个先碰个头，其他紫委就不通知了。哦。哎，来，我开门。哦，好。坐，开会。傅大哥，那今天开会什么议题？这一段时间以来啊，我觉得我这个人有点看破红尘的味道。虽然我还是直属，但是对村里的事情不太关心了。你像上面有个什么文件啦，我基本上就让俊山副支书去处理一下就对了。我就想这个现在大家都单干了，我也没有什么可关心的了。哎，副大叔，这就是你不对了啊！你看我二爸，现在还是关心的村里的大事情，你咋就不管了？对，所以我说我错了。现在社会都变了，我们不能老抱着那个老黄历一直撵下去。就像我们常说的这个，不能说鸟上一个死骗子，给你一个油饼你都不换。要这死骗子给油饼不换，那不是傻子吗？我这个话主要是给你二爸说的。玉婷，你说你咋就不能下地劳动？你看我现在都拿着那老镢头把子下地，一身臭汗一身臭汗的，为了光景挣命着。我小的时候就听金先生跟我说了一句孔夫子的话：“民以食为天。”劳动不是个耻辱的事情。哎，我不是不爱劳动吧？啊，我是感觉这个政治气氛不对嘛。今天到底是什么议题嘛？你刚才说到这个政治气氛不对了，真的是不对了。你看看咱双水村这一年的变化，最重要的就是
过去那些把日子过烂包的，哎，就像是少安，还有你哥他们家。你看这一年变化大不大？现在日子过得多红火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嘛，我家的日子就过成烂包样了。我觉得是这样。这个情况，哎，少安，还是你介绍一下你的经验。你看，集体的时候你就干得好，现在单干了，你干得更好了。你说一下，叫我们也学一学啊。你说说。是这样吧？一句话，把自己家的光景过好就是最好的经验。你自己都过不好，咋领导群众？谁信谁听你的？你就拿我说，我现在在队里派个事，没有人不去干的。你去试一下，人不但是不听你的，都不愿意给你拉话。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你自己家的光景没有营务好，先要自己自力更生，再为集体艰苦奋斗。我明白今天开会是什么议题了，就是开导我呢，就是想让我转变思想，当个好农民。是，玉婷，你也不是个不能干的人。你如果说把你这个爱开会的精神放到你家的地里，你的日子一定能过好的。站在台前说大话，不如下地干两活。福堂哥，少安，从今往后，我就只干一件事，争取过上好日子。这都对了。陶主任，我有一个新的想法，想跟你商量一下。田福杰，有啥新想法？这个责任制啊，咱现在已经搞了1年多了啊，各个公社和村里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，而且还很严重。你比如说，这个基层领导干部啊，没有事情可干；县上的领导干部，到处弥漫着一种懒洋洋的气息。一些基层干部过去都是有低走的，包括我，也低走过，得给他们一个转变的过程。所以，我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法。咱们可以根据各县的地理情况，弄它一个分产法。你比如说啊，原南县，咱搞个水稻坊；原北县，搞个高粱坊；原西县搞个谷子坊；原东县弄它个油菜坊，咱一下弄它个几万亩。你这是又要统起来吗？哎，那当然不是嘛，土地还是各家各户自己种植自己的嘛。但是咱们可以把农民集中起来，给他们进行科学指导和其他的帮助。你看啊，过去有一种大集体4级科技网，大包干以后根本起不了作用。咱们现在应该用新的方法指导农民科学种田，这样群众也反映，基层干部也有事情干。这还真是个1石2鸟的好办法。你是管财政的，我看啊，在这个化肥和良种方面啊，咱还是要投点资。哎呀，现在财政啊很紧张。哎呀，不要我们吝啬嘛。你大概需要多少钱？我估计啊，最少也得80万，少的弄不了。80万？哎呀，现在一下子咋能掏出来这么多钱嘛？那你说咋办？那你办公室一拳压人嘛？啊，这个事情我交给你了，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解决。好吧，咱这个地区的领导啊，各包一个县，啊，我就定点原西县，
其他领导他愿意保哪个县，让他去选。你说呢？我发现你当多大官啊，也和农民一个样，啊，一个地委书记走到哪儿都在这搓牛，你注意点仪表。哎呀，我就是个农民嘛。附近2个公社的主任啊，我都让他们到石富镇上等着，让你给他们开会呢。刘志，我听说你对原西搞几万亩谷子坊兴趣不高？没有啊。哎，我全力配合你，田书记啊。刘志啊，你发现没有，好多农民都出去打工了。你看，这地都荒了，丰收了，但是并没有增产，这是为啥？搞谷子坊就可以增产增收。我跟你说啊，咱原西县的地理环境啊，最适合种谷子，搞生产责任制。农民啥之前种啥，有的农民种些南方的农作物，土地也浪费了，收入也变少了。农民不懂科学种田，公社也不懂，县里也不懂，农机站呢？农机站都是干啥吃的？单干，农民想种啥种啥，形势一片大好啊。嘿嘿，幼稚啊，这不像你的说话风格吗？形势就是很喜人啊。幼稚啊，我到原西县啊，就是寻你这个老伙计，好好谝一谝。哎，咱俩谝通了，原西县的工作就有方向了。好，那就谝谝你这谷子坊。这个谷子坊，不是我的，也不是你的，是咱全原西县的。我听说市块要大面积的种高粱，也是你反对的。冯世坤坚持在东拉河两岸种高粱，那是因为高粱是红的。你有话不跟我好好说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市块现在思想转变观念很快，改革的态度也很坚决。咱俩先把这谷子坊的事情说清楚了，有些话我回头再跟你说。啊，你好。你好。盐和油这2样农民最当紧的东西，卖的咋样嘛？啊，是这样的，盐很充足，但是呢，电动的没有断了。啥时候开始断的？应该是从7月份开始到现在。7月份就断了。嗯，对。其他县啥情况吗？哎呀，这情况我还真不太清楚。两位领导，那是这样，先到后院坐着，喝点水。你这儿有多少用油户啊？啊，目前是2000户。现在每个月需要2吨煤油，可是现在嘛只有半吨煤油供应，很多人点不上灯以后没办法，人家只能是卖蜡烛，还凑合。你看吧，老百姓过日子，人家都要算这个账了。我1斤煤油3毛5分钱，而这蜡烛呢，10支为1包，1包1支呢，就是1角1分5厘钱，那10支加起来就是1元1角5分钱。那问题出在哪儿？问题，据我所知啊，县石油公司也没有。油属一类物资，由地区统一调过，底下也没办法。好，就这，你得帮熬去啊！煤油马上就会有，我回去啊，马上到地区财贸办，让他们专门做石油指标，落实到县社镇。太好了，你们知不知道，很多老乡一大早就起来，
赶着几十里的路到俺这儿来打油，就油没打上，有的把我气的把油瓶都砸了，还有的怨咱这社会。这事怪我太官僚主义了。有很多同志反映啊，你现在的工作缺乏一种生气，为什么？我也很纳闷。你是我多年共事的朋友，以你的能力，你应该把袁熙的工作搞得非常出色才对。你过去的那种工作热情去哪儿了？你个人的家庭又没出现什么问题，你应该以更饱满的热情，把袁溪县的工作做好才对。我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干部，干得再好，恐怕也到头了吧？不像你田书记啊，有大学文凭，短短2年就连升好几级呀。你终于说出了你的心里话，我没有想到，你这种想法是以前就有的呢，还是现在新的形势下产生的？以前我没发现你这个毛病，今天你当着我面说出了这样的话，我很震惊。事实就是如此。有志啊，本来一个县委书记肩上的担子就很重了，但是你认为这个官不够大，一个省几千万人，他只能有一个省委书记，一个地区几百万人也只能有一个地委书记。当然，我不是说这个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就一定是乔伯年和我田福军要当，但是他也不是谁想当就应该当的。如果只想当官，不干事情，那这种思想很危险。这难道就是你这个县委书记张有志同志的思想境界？我就这境界，你又不是不了解。如果你的境界不提高的话，我个人认为，你这个县委书记不合格。白明川都能调到地委当副书记，我怎么就不行啊？这个问题以后再说。眼前的问题是抓好谷子坊的事情。现在看来，你可以用理想的标准去要求人，但拿它来估计人是不行的。许多人由于过去的理想和信仰一次次被现实所粉碎，在眼下新的社会条件下，他们也变得现实起来了。而这种人的所谓现实眼光，不过是衰老心灵的一孔之见罢了。行了，别等了，他来不了了。咋？你没叫少平到家里来呀？你不是相中他了吗？为啥不让他到家来和闺女多亲近亲近？我这急脾气碰上慢郎中了，急不起来了。他就是不来，我还能把他绑啊？咋不能绑啊？哦，平时嫌我慢，说我火烧眉毛都不着急。咋了？现在轮到自家闺女的事儿了，你倒不着急了。那么好的后生，我可不想便宜别人家的姑娘啊。你看你啊，我知道你喜欢少平，我也喜欢他，但是你也不能整天少平的叫的那个亲呢。怎么样？他现在终究是个外人，你还真不拿他当外人啊？你不知道，哎，他上次来家里要钱，多给他钱他都不要。我这一看呢，这就是重情重义的好后生。你说说，现在这么好的后生不多了吧？这么好的后生，咱们家可不能错过。对了，这少平还有没有对象？你看看你，还不知道人有没有对象呢，就想当上门女婿了。我心里认定了，别说他没对象，他就是有对象，
为了咱们的闺女，那不算个糗事儿。我跟你说，我早就问过了，少平没有对象，更没有订婚，也没有结婚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啊，你比我还急呢。我着急成事儿，你是瞎唧唧。行，你说的对。那咱们英子的事儿，你跟她说了没有？你看见没有，又瞎着急了吧？这事儿不能这么干，咱还不知道人少平愿不愿意呢，得慢慢来。没看呢，大道上牌上写着1慢2看3通过。行，你说的对。呀，孙少平，哎，你等一下，你看你这衣裳，男的咱不能穿。是，你把这钱拿上，请你买件鞋。啊，你把这一身都换了。不行，大哥，这钱我不能拿，我不能拿。孙少平，你救我一条命，你给我连一个报答的机会都没有。这钱你还不要，这钱我拿上，我去买，买回来我再送给你。你还要是不要，你就把他杀了。哎，大哥，你就别老惦记着我救你命的事情。我知道，你的意思是，我这身衣服该退休了。那行，我寻朱家拿钱去。这工头，你要一把，你看我这行不？去吃个饭。天性的很。少平，在门口干嘛呢？进来坐来，我给你倒水。是，不用，我这身上湿着呢，弄你们家一身湿。我这就是来想问你预支点钱，买身衣裳。早就想叫你买了，怕你听了，说我瞧不起你。不过不用买了，我看看你藏收着的旧衣服你能不能穿。要是能穿呢，就不用买了。不用了，婶儿，婶儿，哎呀，婶儿，这别，婶儿，真不用。我不是跟您客气，我说你这衣裳我穿着也不合适，您就把钱支给我，我自个儿去买。那行，我算算你多少钱。我算过了，这几天我大概挣下20块钱。20啊？啊，行，来，这是25块钱，拿去买衣裳。咋还多了5块钱呢？多这5块钱呢，给你的是补课费。补课？我闺女英子，哎呀，一说到玩啊，那脸上跟花似的；一说到学习，跟蹲班房似的。婶儿啊，想让你给补课。哎呀，婶儿，我给他补课不要钱，来。这学雷锋也得养家糊口不是？哎呀，婶儿，这5块钱我不能收，我闲的时候就辅导他念书，啊。你呀，比雷锋还雷锋呢。英子，英子，哎，来，英子，这是你少平哥，以后啊，他给你补课，可得听他话啊。叫人呢。我叫孙少平，您好。穿的破烂不堪的，好什么好啊？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快叫人！少平，这是我们家英子。你好，英子，你那个辅导资料不是丢了吗？你少平哥啊，正好去城里，你跟他一块儿去，正好有个伴儿。我自己能去。让你少平哥陪着，妈才放心。我自己能去。你这孩子，做事莽莽撞撞的，有少平陪着，我才放心呢。你看你爸，这伞呐都借出去了，就剩这一把伞了。少平，你们2个就打一把吧。好。哎，英子，你慢点，这外面雨大，婶儿我走了啊。哎，慢点。慢点。哎，阿志，帮我干伞。我妈让你带我来书店买书，现在都到了，你快点帮我把书买上，我找我同学玩去。哦，那行，这伞你拿上啊。那你呢？我没事儿，我有帽子，淋习惯了。啊，去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晶晶，我问一下，这黄源师专哪走？就在那边。哦，行，你快去快回啊，路上小心点。去吧。我走了。每当想起田晓霞，他总是感到一种惆怅和苦涩。
自从小霞进入大学之后，他再也没有给小霞写信，主动地断绝了联系。哎，你干啥的？干什么？你干啥？你这是咋说呢？我是干走。小家妞，快走！快走。小霞，你怎么了？你帮我拿着伞，你会淋湿的。我不打伞，我也不打。没说呢，没淋湿吧？没淋湿，那好着呢。哎，你不是找同学玩吗？你咋来这儿了？我妈要是看见你淋湿了，肯定知道我是撇下你自己玩去了。我可不想被挨骂。我刚才去书店找你了，可是你不在。原来你真的来这儿了？怎么？你想上学呀？啊，没有，我就是来看看。走吧，咱回去吧。啊。小霞怀着某种侥幸，希望少平可以回头看她，可是少平没有，反而跟着一个自己不认识的姑娘一起撑着伞走了。时光过得飞快，他就好像换了一副模样，原来的嫩皮细肉变得又黑又粗糙，浓密的黑发像粘片一样散乱地贴在额头，目光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亮。从那松散的腿胯可以看出，他已经成为地道的懒工汉了。少平，下来。曹师傅，舅舅，你咋来了？这窑洞眼看就要顾好了，今天是合龙口，我怕人手不够，把杨国队上的人都请来帮忙了。小支书这话说的，啥叫帮忙啊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少平，你在这干的可好？好，支书这一家人都特别照顾我，都不给我干重活。平时我在大灶上吃完了，婶儿做了啥好吃的，还叫我过去吃口好饭吃呢。既然支书一家对你这好，你可不能白白受人家好处啊！哎，少平啊是个好懒工，能吃苦又不偷懒，除了干分内的活，还帮着咱家看另外一些活呢。比如说烧着担一两回水，扫院子，还帮着咱菊英那娃补习功课呢。对，支书，这是菊英的辅导书，您帮我给她。你咋自己不给他？你们俩不是一块儿去买的书吗？我先拿回去备课吧。啊，是这啊。那你忙完这活就去给菊英辅导功课，啊。支书，菊英可能不太想让我这个懒工汉给她辅导，要不您还是请个正规的辅导老师给她辅导吧。就你辅导了，咋不愿意呢？他愿意着呢。支书，少平咋能给你家娃辅导呢？少平本行就是老师，那咋不能辅导啊？曹书记，曹书记，好，我先过去啊。哎，曹支书，你看，这是我专门为合龙口挑选的料，没得多细的，出面子的料，咱可不敢马虎。是好食料。曹支书，你忙，把这里交给我跟少平。哎，少平。把衣服穿上，穿上。舅，这穿着衣服不好被拾到。少平，你年轻不懂，这新宅合龙口的食料讲究得很，可不敢把不吉利的东西沾上，尤其是忌血。你想想，把沾血的石头放在最敏感的地方，那心里哪能美气呢？啊，是。曹支书，我来背。我来，都不要争啊！曹支书家新窑合龙口，那在咱们杨沟是多大的事情啊！是。好，你们忙，你们忙。哎，好。少平，来，帮我搭把手。哎，舅舅，还是我来吧。我让你帮我，又没让你替我。这石料太沉了，你干什要自己背啊？你不懂，我这是故意让曹支书看的。来，少平，从后边帮我拖一把。来，
少平，哎，过来帮我拖一把。哎，好。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慢往下放，蹲，蹲。哎呦，哎，没事吧？哎呀，你这手别吱声，刚才撂石头时不小心把手给碰破了。脚，石头上沾血了。少平，我糊在石头上的血，除了你可谁也没看见，你可打死也不能说。哎哎，等一下，河口石沾血，不吉利啊！这谁干的？马春，你说这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这石料我买的时候都看好了，没有血。马春，你说这是不是你给沾上的？我真不知道。你胡说！不信，你问少平。是少平和我一起抬的这河口石。少平，你说这血是不是你就给弄上的？舅，我不会说谎。你还真是你弄上的？你给我滚！舅。早？为啥呀？是为那个马顺？他是他，他跟你不一样，他是我舅。算了算了，这少平在咱们家干活呀，有一点我算看清楚了。他要是想干，拦不了；要是不想干，你也拦不住。那也不能就这样走了，在咱们家干那么长时间活，总得拿钱啊。我又不是当年的地主周扒皮，哎，把他那个工钱付了。来，少平，谢谢婶，谢谢。钱多了，我在这里干了30天，一天1块半，应该是45块。婶，你给了我60块，这还多了15块。不多，我是按1天2块给你付的。哎呀，这孩子叫你拿就拿上。我跟你说啊，都喜欢你这娃，给你1块半呢，算亏待你了。不行，这钱我不能拿，我说话得算数。当初这1块半是我自己说的，这钱我不能拿。哎呀，拿着！你看你在我们这儿又修窑又捅烟囱的，哎，干的都是最脏最累的活，这是你应该拿的。哎，来收下。哎，拿着拿着。叔婶，你们听我说，这钱我真不能拿。这是我第一次出门揽锅，就遇上你们这么好的主家，经常给我开小灶。我吃的比其他揽锅汉都好呢。这5块钱，算是我的伙食费。谢谢叔婶收留我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这少平，少平，哎，这个孙少平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农村来的，咋就懂得这么高的礼义呢？你还有脸来我家？走吧。前2天有一个田润生的找你，他说他在黄原县烈士陵园看陵，你去找他吧。表舅，我知道我把你惹下了，你是我舅，我没帮你，是我不对。我就是来跟你们2位辞行的。走之前，我帮你把这水缸里的水给淡满。不用，你不用，我不用你的事，我不用你。站住！你先别走。我给别人介绍揽工都收介绍费，看你没钱，又是个外甥，就没收你的。现在你工钱也结了，把欠我的介绍费给我。你不给啊？
以后不许再去曹家。他看见你就能想起我给河口市抹血的事儿。走吧，离杨沟村远远的。别说再见。见什么见？再也不想见了。少平想起他做活的那家人对他的情谊，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友爱，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。是的，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这2个字看得多么美好和重要。一旦长大成人，开始独立生活，我们便很快就知道，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的，互相设法沾光。沾不上光就翻白眼儿，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，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。生活同样会告诉你，亲戚往往不如朋友对你真诚。见鬼去吧，亲戚！下。